大家好啊，欢迎回到宋说新语。印度的空难啊，AI-171空难已经发生1周多了啊。尽管呢，关于事故原因的权威结论还没有出炉，但是对印度社会造成的冲击啊，已经清晰可见了。首先呢，是弥漫在公众中的一种焦虑情绪啊。有一名叫 Sachin Tabrian 的网友啊，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个调查数据，它的结果呢是让人比较瞩目的啊，就是 AI-171事故之后啊，有高达41%的印度旅客在乘机前啊会特意检查飞机的机型，而在事故前这个比例仅为10%，所以这个数字的激增啊，是公众信心受到了重创之后最直接的结果，说明这个灾难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新闻标题，而是转化成萦绕在我们每个出行者心头的这种真实恐惧。这种自下而上的行为改变啊，也正是向航空公司或者监管机构就施加了无形的压力啊。另外呢，就是媒体和这个民众的目光啊，聚焦于这种个体的悲剧啊，寄托哀思啊。有一个让人看来比较心碎的报道在网上传播呢，就是一个曾经在2024年，在一个严重车祸中奇迹生还的年轻女学生，不幸啊，在这次 AI-171空难中罹难。那媒体啊，通过讲述这些奇迹和陨落的这个故事，把这个冰冷的遇难者的数字啊，转化成一个有血有肉、有故事的生命。这在全球的灾难报道中都是常见的啊，往往会讲乘客的一些生前的故事啊，帮助公众呢建立一种情感连接，是吧？共同消化这个巨大的集体创伤。在官方层面这个善后工作呢，应该说是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并且积极呢管理信息流啊。一方面，官方媒体就是 Times of Snapati 发布了最新的 DNA 的鉴定进展，已经确认了220名遇难者的 DNA 匹配，其中的202名遇难者的遗体已经交还给家属。这就表明在这个事故背后有一个庞大而且比较细致的遗体辨认和家属的这个安抚工作正在进行。知道这个事故里边很多的可能 DNA 都找不到了啊，这是对逝者或者家属最基本的尊重。另一方面针对部分媒体这个报道说黑匣子将会送到国外进行分析的说法呢，印度官方通过媒体发了消息说正在印度本土稳步进行，所以这个举动呢，结合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印度 AAIB 已经建成了自己的黑匣子实验室看出来呢，这官方希望向印度老百姓传递一种呢独立、可控是吧？有能力的这么一个调查形象，以维护他这个国家调查机构的这种所谓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啊。那当然了，当我们把 AI-171的这个善后处理方式和国际通行的规则以及近年来发生的，比如说东航 MU5735航班进行空难进行比较的时候还是能看到这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制度下的这个差异，还有一些共性比较有争议的就是是否公布遇难者名单。那么国际通行的规则和实践实际上并没有强制性的全球统一标准各国的做法呢差异还比较大。那像西方国家一些发达国家，比如美国，他们通常会完成家属的告知程序之后，会选择公开发布完整的遇难者名单，就 Passenger Manifest。那这种做法呢，被视作是信息透明和社会知情权的一部分，在一些法律完善的国家是这么做的，有助于呢公众悼念和媒体跟进报道。那么从现有信息来看印度官方在持续更新着已经确认的遇难者人数媒体呢也在报道个别遇难者的故事，也有媒体公布了一个单子，但是呢，这和公开发布一个完整的遇难者名单是两回事所以这种处理方式呢，更侧重于向公众展示工作进度，同时呢，也可能想保护大多数遇难者家庭的这个隐私。那东航 MU5735呢，
那么2022年吧，这个MU5735的这个空难啊，中国官方呢是同样没有公布完整的遇难者名单。当时官方给出的理由是呢，出于对遇难者家属隐私的保护和尊重。那这个做法啊，在当时还是引起了外界的相当的质疑啊。毕竟经历了我们说疫情的2、3年，大陆民众的隐私早就捅完了啊。所以 MU5735空难发生之后啊，官方大力的协助失联者乘客家属，但是呢，才同步的密切监控他们的一举一动。所以香港南华早报过去的报道啊，说当时呢，向每个失联者的家庭啊，指派了至少3个人为一个单位的特殊任务编组。成员啊，包括与家属们有地缘关系的航空公司代表，来自失联成员的老家的社工或者顾问，当时东航至少动员了几百人吧。另外呢，这个官员还说呀，东航呢还要配备有医护这个咨询师、财经保险专家以及法律顾问方面的这个服务。那么先前的空难啊，通常呢会指派专人安抚并监督家属，以确保呢他们不会发动抗争或者埋怨当局的处理或者赔偿。应该说呀，无论中国的篮球或者足球，人盯人这块啊都没有东航做得好。但是您可以说呢，那公布名单这个事儿上，无论是 AI171的现在处理方式，还是 MU5735的做法，都更倾向于东方文化中对于逝者家庭的隐私保护。那这和西方的完全透明的实践呢是有所不同的。你很简单的很难简单的用对错来判断。但是我们要问，日本和韩国呢，那不也是东方吗？是吧？关键就在于你是否对遇难者的家属做到了及时、准确、充满人文关怀的告知义务，是吧？从东航将每个遇难者家属都当成潜在的这个闹事者来看这个人文关怀有点过了。人味少了那么从印度 AI171的这个遗体交换进度来看对家属的这个沟通工作好像还在进行。那么具体呢，还要看后续的报道。那么关于30天初步调查报告这个事儿国际的通行规则是很明确的。根据国际民航组织的规定空难调查这个国家呢，应在事故发生后30天内发布一份初步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不涉及责任划分，它的目的呢就是尽快向公众和全球航空界呢披露已经掌握的基本事实，比如事发经过、人员伤亡、飞机状况、调查进展等等，以便各方能够及时识别潜在的这个安全风险。那 AI171呢，那么因为事故发生在6月12号嘛，目前还是在30天的这个窗口期内，所以呢，印度政府呢已经明确表示调查由他本国的 AAIB 来主导，才算是稳步推进吧。那外界对于这份即将到来的初步报告还是抱有极高期待的，因为起飞时间很短。那它是否会详细的披露黑匣子解码的这个初步发现呢？这个会是衡量他这次调查透明度的第一个重要标志。那回过头来，我们说东航的 MU5735那中国民航局严格遵守了30天的时间节点，到点就发了向国际民航呢递交了初步调查报告。但是对外公布的内容这份非常简短的情况通报，没有包含什么新的事实性信息。当时也是引起了一些国际专业人士的这个议论，认为他披露的这个程度太少了至今空难的调查报告3年了还没有公布。那我关注的一个公众号叫基本常识，就向东良他写的非常好。他说国际民航组织公约规定航空事故必须在12个月之内发布最终报告，如果不能在12个月内完成，你必须每个事发周年日发布一份临时声明。那中国民航规章包括民用航空器的这个事件技术调查规定也有同样的要求。对于未能形成最终报告的航空事故呢，应当在事件周年向社会公布调查进展情况。用大白话来说就是什么呢？不管你查不查得出来，还是想不想公开，你至少每年都要介绍一下进展吧，敷衍一下公众和受害者家属。所以敷衍一下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意味着，虽然你因为种种原因不想公开或者不能公开调查结论，起码还是守规矩的，是有底线的，
意味着呢上百个受害者家庭呢没有被彻底遗忘，没有被完全忽视。那如果连敷衍一下都不愿意，装都不装了，那真的摆明了是要耍赖啊！这是向栋梁的基本常识里边一段对话。那关于东航 MU5735啊，可能关注航空空难的朋友都知道，这是一个看起来越来越明显的人为的事故啊。那当然，官方他是死活不说的。那么，所以客观评判来说呀，这个遵守30天的时间线只是第一步啊，你报告的含金量，就是信息披露的详实和透明程度啊，才是最关键的衡量标准。所以 AI171它的初步报告如何撰写和公布，全世界都在拭目以待啊。那么一场惨烈的空难啊，往往会成为推动行业变革的这种催化剂啊。那么今年呢，发生2、3起空难了。AI171事件的余波啊，已经开始在印度的航空领域显现。最直接的就是他们监管层面的这个响应啊。据报道啊，事故发生后1周呢，印度民航部门就发布了新的规则草案，旨在加强对机场附近，特别是航线下方的可能影响飞行安全的超高建筑和树木的管控，给予当局啊更快的处置能力。显然呢，它是针对本次事故中这个飞机坠入了人口稠密地区这个事实进行亡羊补牢啊。其次呢是航空公司的运营阵痛，就是作为当事方啊，印度航空宣布在7月中旬前削减它的宽体客机国际航班运力的15%啊。官方声明啊，把这个归因于什么呢？就复合性情况，包括加强安全检查机组和地勤人员的审慎态度，以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所以这个背后呢，是空难对航空公司在运营节奏人气士气以及安全诚信上的这种巨大的冲击或者打击啊。最后呢，也是最深远的，就是公众意识的觉醒。那份刚才说41%的旅客呢，开始检查飞机的型号是什么。就表示呢，一个更加挑剔、更注意安全的这个印度的这个乘客群体的这么一个崛起啊，这种有市场驱动的监督力度啊，会长期而且深刻的影响印度航空公司的这个服务标准和安全投入，迫使它在未来的竞争中把安全置于更无可争议的这个首位。所以呢，从技术分析到社会反响这个 AI171空难的拼图正在被一块块的这个拼接起来它折射出什么呢？有一个国家在面对重大公共灾难的时候的复杂的情绪，也展现出就是官方在善后处理和信息管控上的这个策略那么很多朋友都在评论区留言认为。为什么787安全飞行了10几年，第一次事故就在印度出现了，而我呢却在好像故意撇开印度人的各种不靠谱，是吧？试图理性分析我这种呢对大家，特别是华人对印度人的这个认知视而不见，我这是不是偏见呢？哎呀，说实话我心理上也不确定一起空难不能说明任何概率问题，是吧？那也许网友们的评论是对的但是基于我的这个处事方法，还是要稍微客观点来看待这个事儿，绝不能就是说把这个思路往印度飞机燃油里边有人类排泄物的这个方向来分析，那就偏离了我做视频的初衷悲剧呢已经发生那留下来的不应仅仅是伤痛，所以这次空难引发的这个行业监管收紧和公众的安全意识提升也许就是这场灾难给印度社会留下的最沉重的也是最宝贵的遗产。那全世界呢都在等待黑鸭子解码后的最终答案。这个不仅仅是对逝者的告慰，更是为我们生者的前行照亮道路的警示灯。也许印度的这个航班的报告可能比东航的报告还要提前公布。你觉得呢？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